资料形态在程式语言中只有相同的资料形态才可以互相进行运算及比较这边是一个重点可能先稍微记一下反之呢，不同的资料形态它是无法直接进行运用，需要先经过转型，把它转换成相同的资料形态才可以互相进行运算及比较。这就像是不同职业因为专业项目与工作内容不同，它是无法直接相互类比，必须尝试把它转换到相同概念维度上才有办法进行比较。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Python 的资料形态。Python 资料形态基本上可以分成3种，一种是数字形态，再是文字形态及容器形态。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数字形态。数字形态呢，如果就数字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想到可能是1 2 3 4 5 1.1 1.2 1.3 1.4 1.5。如果很直观去看这些数字通常我们可以把它区分为有小数点的数字跟没有小数点的数字。那其实对电脑系统来讲，它可能只看得懂所谓的数字0跟数字1。如果它只懂数字0跟数字1的话，我们会把这种资料形态叫做布林字。数字0它代表就是 false 代表就是假值那数字1它代表就是 true 代表就是真值都是属于布林值的范围。那如果说我们是一个整数1 2 3 4 5 6 7 8 9一直不断的往上涨，那通常这种整数它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最大限制。什么是最大限制？最大限制源自于它的资料形态，因为资料形态它就是跟记忆体去要求一个记忆体空间的需求。所以呢，不同的资料形态它所使用的记忆体空间就会有所不同。当你需要使用更大的这个数字它超过它的记忆体空间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换另外一种资料形态。所以在 Python 第2代里面，它就有去区别整数跟长整数它就有区分出这2种不同的资料形态。可是在 Python 第3代里面这个数字形态它现在只留整数给我们去做使用，因为它为了让我们更直观的去使用这个整数，而且呢，它在这里面它也没有去这个设定所谓最大限制。我原本的限制源自于什么地方？这个限制呢，源自于这个资料形态跟记忆体去所请求的需求。那它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在 Python 里面使用的是直译器所以这个记忆体的问题就交给这个直译器去做伤脑筋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小数点小数点呢，它基本上它就是 float 浮点数的部分。那在其他程式语言除了浮点数之外呢，它还会有所谓的双倍精度。什么是双倍精度？就是说我们在使用小数点的时候，如果我们需要小数点的位数更精确的话，我们可能会下到小数点第2位、第4位、第6位跟第8位。当你使用的位数更多的话，你需要的记忆体的这个空间需求也就会越大。好，那在 Python 程式语言里面，浮点数它就已经有着跟其他程式语言在 double 中的相同精度。所以呢，我们在使用 Python 的时候，在小数点的部分基本上就直接使用 float 浮点数它就没有这个双倍精度 double 了。好，那整数的部分呢，它就只有 int9 它现在也没有所谓的 long 没有这个长整数。好，那布林值的部分基本上就直接使用0或使用数字1。好，那如果说我们要去查看我们现在目前所宣告出来的变数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数字形态，或是属于哪一种资料形态，通常我们可以使用 type 这个方法方法是什么？方法就是带括号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所宣告出来的变数放到这个 type 的方法，就是放到这个括号里面它就可以跟我们讲说目前这个变数它是属于什么样的资料形态。好，接着我们继续看文字形态。文字形态呢，它基本上它所代表就是一个字串资料。那对于字串资料，文字它需要使用单引号或双引号来去标注内容。可是对于其他程式语言来讲单引号的用法跟双引号的用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不过在 Python 里面，我们现在目前没有特别去做区分。如果说你要去做文字的资料的使用的话，记得这文字前后要搭上单引号，或是文字前后要搭上双引号用双引号或者用单引号来去做内容的标示。好，那容器类型呢？容器类型呢，它基本上就分为字串清单、单页集合、目录字典跟自主清单这些容器的形态的用法跟目的基本上都不太一样这个我们就直接看我们后面的案例来去做进行来，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案例，数字形态。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先用直译器首先呢，我们在直译器里面去表明 x 为数字怎么样去做 x 为数字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先把这个 x 先把它显现出来x 等于数字100因为它是数字我们就直接把100写上去那接下来呢，我们在直译器里面表明 y 为200所以我们就 y 就等于200。接下来我们在直译器里面使用加号去合并这2个输入的数字，所以就直接做 x 加 y。我们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电脑画面里面，在这个地方先输入x 等于100，按下 Enter。好，这个时候 x 是什么东西？x 它现在就是应该是100。好，我们刚才讲说 y 等于200，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输入 y，按下 Enter 的时候
哦，他会跟你讲说 Y 它现在目前没有定，为什么 Y 没有定？因为我们这个直译器从来没有跟他讲 Y 到底是什么。好，我们刚刚在我们讲义里面说 Y 要等于200，好，所以我们就输入 Y 等于200，按下 Enter。好，这个时候你再输入 Y， 这时候它确实就已经收到了 Y 等于200，好像是 x 等于100 ，Y 等于200。当我们进行 x 加上 Y 的时候，哦 x 加上 Y， 哦，按下 Enter， 这个时候你就会得到300，好，为什么？因为就 x 是100嘛，然后 y 是200，好，加在一起的话 ，x 加 y， 就得到300。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讲义看一下哦。接下来是文字形态，我们在直译器中去表明 x 为文字100，好，这时候要注意哦，这个100因为它是文字，所以前后记得要上引号，哦，要加上引号哦。那在直译器 y 里面呢，它文字是200哦，所以也是一样，我们也是要上引号。哦，把它加上把它设定成200的文字。好，所以呢 x 等于100 y 等于200。接下来我们用加号去合并这2个字串，那我们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 ，x 等于文字100哈，文字100呢，通常我们就是用引号哈，把100打上去，然后按下 Enter。好，接下来呢 y 等于200，哦，也是一样，我们上引号。啊，有加上引号的，它就是代表是文字哦，它代表是文字。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是 x 加上 y 的话，x 加 y 的话，我们会得到什么东西？我们就会得到一组文字，叫做100200。为什么是100200？因为文字100加上文字200，两个文字合并在一起啊，就是100200。好，这个就是文字跟文字相加哦。好，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表明 x 它是数字100。那 y 它是文字200，好，因为它是文字啊，所以它的前后记得要上个引号哦。好，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使用 x 加上 y 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也是一样，我们在直译器里面试一下。哦，刚才说 x 它是100，x 等于100，好，按下 Enter， 然后 y 它是文字200，好，文字的话记得要加上引号200。好，所以我们现在确定一下，我们 x 要怎么确定它是数字？好，我们用 type， 好，看一下我们的 x。哦，它确实是 int9，现在目前 class 是 int9，好，所以它是文字，对吧？它是数字，好，那如果 type 是 y 的话，哦 ，type 是 y 的话，按下 enter，class 是 string，好，所以呢，现在的 y 它确实是文字，好，所以如果我们让它 x 加上我们的 y， x 加上我们的 y， 按下 enter 之后就会得到一个结果，他说它在这个加法运算上面，它没有办法对 int9跟 string 下去做运算，为什么？刚刚我们前面有讲过。资料形态不一样，它就没有办法进行运算。好，所以如果你要去进行运算的话，一定要把它转换到相同的资料形态。好，那么资料形态怎么样去做转换呢？如果数字的话，你可以使用 int9，用 int9这个方法，方法是什么？方法就带括号啦，用 int9这个方法带括号。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把 x 放进去做转换，再加上 int，再把 y 放下去转换。虽然我们 x 它现在是数字数字再做一次数字转换这个没什么问题。好，那文字转换成数字的话，它就会尝试去做这件事，看它有没有办法顺利把它转换出来。好，我们按下 Enter。所以呢，现在就会变成数字 x 跟数字 y 两个数字去做相加，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00跟200啊，100加200就等于300，好，这个地方就没问题。好，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是要做文字相加的话呢，好，来我们用 str。好 ，str 它是一个文字转换的方法，方法是什么？方法记得带括号来里面呢，我们就把 x 放进去，加上什么东西？加上我们string，也一样把它放到这个括号里面，我把 y 放进去，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 x 的文字加上 y 的文字，我们就会得到什么东西？100的文字加200的文字，得到100200，好，这个就是文字加文字数字加数字，好，所以我们之前有一个脑筋急转弯人家问说，1加1等于多少？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对于程式设计来思考的话，这时候你要先知道这个1到底是数字的1还是文字的1？数字加数字1加1当然是等于2，可是如果是文字1加1的话，它会变成11它会变成11。OK，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串列清单，串列清单呢是指我们可以在一个变数里面放上一个串列的资料。这个资料呢，假设说我们现在把它表明为0、1、2、3、4，我们需要在里面放上这些资料。那这些资料通常我们用中括号把它标起来，然后每一笔资料中间都要使用逗号把它隔开。好，所以我们就是 x 等于中括号，中括号里面把0、逗号1、逗号2、逗号3、逗号4、逗号5，好，那一项一项的把它放进去。好，
放进去完之后呢，我们怎么样去查看里面资料哦？我们可以再输入一次 AKS 哦，这个 AKS 里面我们可以去看我们所提供进去的资料跟它输出来的资料哦是不是相符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如果说只是要把它的第一笔资料去做输出，我们怎么样从里面把资料给调出来？通常我们就看我们里面有几笔资料啊，然后从它的第一个位置哦把资料给取出来。第一个位置它并不是1哦，第一个位置它的索引值都是从0开始，好，都从0开始。所以我们要拿出第一笔资料的话，我们就会使用 AKS 中括号0哦，使用 AKS 中括号0。好，那我们就直接在我们的程式码看一下哦。首先呢，我们现在用 AKS 好设定一组哦串列清单哦，那串列清单使用的是中括号哦，使用的是中括号，里面就把我们的数字放进去哦，例如0哦1 2好3好4好还有5好，那我们按下 Enter， 这个时候它就把这个串列设定到什么东西上去，它就把它设定到 X 上面。那我怎么知道它资料实际上有把它设定上去？好，我们就输入 X 看一下。哦，确实里面的资料就是01235。好，那它的资料形态呢？来，我们用 Type 检查一下 PYT。好，看一下我们现在目前的 X。这个 X 呢，它就是属于串列清单，它就属于 List。哦，属于 List。那如果说我只是单纯想要把里面的某一个资料给拿出来，哦，例如说我想把它第一笔资料它索引值为多少啊？不是1哦，索引值的第一笔资料为0。好，所以呢 ，AKS 从这个串列里面的第0个位置，哦，就是它的第一笔资料，第0个位置，把资料给拿出来的话，它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它放的就是数字0。啊，我怎么知道它是数字0？然后其实因为我们眼睛看到它是数字0，如果你不是这么确定的话，没有关系啊，你可以使用 Type PYT 看一下。刚才说 AKS 是什么东西 ？AKS 它本身是一个 list， 这个 list 里面呢，它的第一笔资料哦，就是它第0个索引的位置，我们看一下它是什么。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第0个索引里面放的就是 integer， 放的就是数字。好，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有办法从我们这个 AKS 的 list 里面取出某一笔资料，我们现在第一笔资料里面是放0啊，所以我们能不能去做设定？哦，来，我们试着做设定。如果你要去设定资料的话，我们现在目前设定都是用等于啦，用等于。我们刚才有说 AKS 等于100啦 ，Y 等于200哈，那只是说我们现在是对着串列清单的第一笔资料第0个位置哦去做什么东西。例如说，我这一次哦不想要放数字哦，我希望能放文字。好，那放文字呢，我们就把 A 给放进去。好，记得哦，文字要放进去的话，要上引号啊，不管你是用单引号哦，还是用双引号哦，都可以哈，都可以哦，只要用引号把它框起来就行了哈。好，按下 Enter。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再去看 AKS 哦，你再去看 AKS，按下 Enter 都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会发现第一笔资料哦，就是第0个位置哦，第一笔资料它已经变成我们的英文字母 B， 然后后面还是12345，还是12345，所以这个位置呢，它现在到底是文字还是数字哦，也是一样，你现在就可以使用 Type 去看一下目前 AKS 的第0个索引的位置，它目前的资料形态是不是文字啊？那string它基本上是文字啊，所以它现在就是文字啊。那第一个资料呢？应该说索引1的位置啊，索引1的位置，它的内容是1啊，它的内容是1，那所以它是数字。所以我们看一下，在 Type 里面它所表明的就是数字啊，表明就是数字。好，我们再回到简报看一下哦，这个是串列清单的运用啊，串列清单运用。那接下来还有个 set 单一集合。什么是单一集合？单一集合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是这样对着这个值一去表明 x 为012333。哦，刚刚是01345，这次故意把它改成012333。然后呢，在这里它不是用中括号哦，它这里用的是大括号。如果你是要代表一个单一集合的话，我们在这里会使用的是大括号。好，所以我们就设定 AKS 等于大括号012333。接下来再去把 AKS 的内容去做输出。好，再去做输出。来，我们试试看。刚才是 AKS 等于用中括号嘛，它是一个串列清单。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是要做 set 的单一集合，什么叫单一集合？单一集合就是它里面只会有单一的项目。好，例如说我们是0、1、2，好，然后3，好，然后3，它在这里面呢，它的相应项目应该指的是0、1、2跟3。可是我们现在里面的3有3个3。好，我们按下 Enter。好，所以呢，如果你是在单一集合里面，我们再去看一下目前的 X 里面有什么东西。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去做过滤哦，重复出现的不会放进去。好，所以我们一开始跟它去设定什么012333，它就只会有0123哦，它不会有别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集合里面，我们有没有办法去修改或去做一些其他额外的添加？有哈。如果说我们要去加资料的话，我要去加资料的话，我们回到简报看一下。当你需要去加资料的时候，你要使用 add 的这个方法，它是在这个变数的下面有一个方法叫做 add。那方法是什么？方法就是带括号嘛，所以你就要把你想要额外添加的元素把它放进去，把它放进去。那如果说你想要把里面的某一个元素把它去做移除的话，在这个变数里面它有另外一个方法叫做 remove， 叫 remove。所以呢，你要用这个方法把你所指定的元素把它移掉。好，来，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电脑上面看一下来，现在 x 里面有0、1、2、3，所以我如果 x 使用一个 add 的方法是带括号，里面放什么东西？如果我放4的话，那按下 Enter。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 x 里面会变成什么东西，会变成0、1、2、3、4。所以我如果再加一次 add 4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在单一集合里面不会出现重复的项目，所以这个时候你看 x 里面还是只会有1、2、3，不管你加几次，这个4永远就只有一个4。好，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要把3给移掉的话，那我也是一样我从 x 里面使用什么方法 remove 去做移除我把所有东西给移掉，把3给移掉。好，然后按下 Enter。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看 x， 它就只是这样0、1、2、4，里面就没有3。这个方法的运用跟我们刚才的这个串列清单是完全不一样的。串列清单它里面允许使用这个重复的资料应该说了，你在这清单里面放了什么东西，清单里面都会有它不会去给你处理这个是不是重复的问题。可是单一的这个清单集合里面，它就只能出现单一的项目它只能出现单一项目。好，接着我们继续往下看目录字典。我们在一些比较复杂的运用里面或者比较进阶的运用里面，通常就会很习惯去使用这种目录字典。目录字典呢，它里面一定会有所谓的 key 值跟一个所谓的 view 值也就是说，它会使用这个大括号会使用一个大括号。可是我们看一下说，刚才大括号不是拿来做这个单一集合的吗？没有错啦，大括号它里面可以放单一集合，可是它另外一个是作为目录字典的运用，在里面呢，它的 key 值就是在里面的每一个冒号前面是 key 值，key 值不可以重复它的 key 值不可以重复。然后它的 view 值呢view 值基本上它 view 值是可以跟其他人重复，因为它是拿 key 值下去做索引它是拿 key 值下去做索引。所以我们在这个案例里面x 等于大括号里面放一个 key one 跟放一个 key two。key one 的值它用的它这里面都是文字它放的是 view one 然后呢 key two 里面放的是 view two。好，来我们看一下首先 x 等于一个大括号，这大括号如果一般我们用了，它就是0然后12 3，这刚才我们已经试过了这就是一个单一集合。其实在单一集合里面，这个0它就是一个 key 值1也是一个 key 值，2也是一个 key 值，3也是一个 key 值这0、1、2、3基本上都是一个 key 值，只是说现在我们在 key view 里面的用法，把这个0当做一个 key 值，然后透过这个冒号可以把我们要的内容写上去例如这个是 numbering NUN numbering。 好，然后这个1呢，它本身也是一个 key 值它是一个 key 值，然后它所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它所代表就是 NUN number one。 好，然后以此类推先很快的把这一段做完好，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 x 给调出来就会看到它里面会有 key 的值跟 view 的值。好，这个 key 呢，基本上它就是单一集合。我们在这里面呢，这里面的 key 不可以设重复的 key 上去就跟我们的单一集合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如果说要单纯把某一个 key 值要拿出来看的话，例如说我们刚才讲说第0个项目第0个项目我们的用法可能是这样长这个样子。好，这个是在我们串列清单里面去做使用。可是如果我们现在是要把 key 值给取出来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像 key 是什么？我们的 key 现在是文字我们的 key 是文字，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把文字符号给打上去把文字符号给打上去。这个时候它就会帮我把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就是那个 number 0它就会帮我把 number 0给取出来。好，这个地方它有可能会有点看不是那么清楚来，我换一下内容换一下，我把这个换成 key one， 这个换成 key two，
哦，就换成 key 3，好，就换成 key 4，好，然后呢 key 1里面的值我把它换成文字 A， 好 ，key 2里面呢我把它换成文字 B， 好 ，key 3里面换成文字 C， 好 ，key 4里面呢把它换成文字 D， 好，然后也是一样，我们先把 x 先做一次输出。看我们输入的值进去跟出来值是不是一样了？它正常应该都必须要是一致的。好，所以我如果想要从这一份字典清单里面想要把 key 3的内容给调出来，那我们要把 key 3资料给调出来的话怎么做？好，也是一样，先把 x 输入上去之后呢，跟他讲说我要从这个清单里面找出什么东西，找出我的 key 3。找出我的 key 3，key 3它是一个文字所以记得不要忘记把你的单引号或者双引号把它补上去。好，这个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你的 key 3，它里面的资料是什么？它里面的资料就是 C。好，那如果你这个对于这个资料取出来之后呢，想要去修改它，去修改的话，通常就是你重新去做设定哈。设定我们通常用等于例如说我们现在是 C 嘛，我们把 C 改成这个 C、D、E、F， 好，我们改成 F 好了。把 key 3改成 F， 这个时候呢，你按下 Enter 之后，它就会单独帮你把这个 key 3改过去。我要怎么知道它要改过去？也是一样，输入 X， 按下 Enter， 这时候你会看到 key 1还是 A，key 2还是 B，key 3已经改成我们刚刚额外设定的 F，key 4还是 D。好，所以透过这个方式呢，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把我们这个字典里面的这个资料去做取得跟去做修改。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讲义上这是目录字典的用法。我们还有一个子组清单。子组清单是什么？子组清单是说我们在这里呢表明一个 x 为 A、B、C、D。我们现在已经看得懂了 ，A、B、C、D 它基本上就是一群资料，一群资料。只是这群资料我们现在知道它有几种表示方式，用中括号下去做表示，用大括号下去做表示。现在这里看到一个用小括号去做表示。这小括号里面它基本上也是有4笔资料，代表的是 A、B、C、D。好，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是可以透过这个对 x 直接下去做设定来，我们就很快的做一下x 等于刚才我们用过中括号的方法，也用过大括号的方法，每一种括号它所代表意义不一样。这一次呢，我们使用子组它是小括号，这里面我们放1，放0，1，2，3，好，我放0、1、2、3，按下 Enter 之后呢，当你再把 x 给输入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确定里面的资料就是0、1、2、3。那我们能不能把里面的资料单独取出来？也是可以例如说 x 这个第0个位置它当然是0第1个位置它当然是1第2个位置当然是2第3个位置当然是3。那在这里呢，如果想说，我这个3这个位置它其实它应该是一个文字是一个文字我们就把 A 放进去。好，这时候我按下 Enter， 这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它会跟你讲，主旨它本身它是不可以去做资料的修改。我们一开始设定给它设定上去之后，它的资料就固定下来了。所以呢，清单的用法单一集合的用法 key view 的用法跟我们子组的用法基本上每一种方法的用法都不太一样，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这个情境下去做使用。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先讲到这个地方。